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这几年你一定听过一个词叫先买后付，听起来很温柔，很体贴，甚至很懂人性。你现在没钱没关系，你先用，慢慢再说。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，心里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，不是因为真的需要那个东西，而是因为那一刻压力被延后了，账单没有马上来，现实没有立刻敲门，焦虑好像被推迟了一点点。可佛法里有一句话，很少人愿意听，因果不一定马上出现，但它从来不会缺席。你今天延后的不是代价，只是时间。我们这一代人很习惯把痛苦往后放，情绪先忍一忍，钱以后再算，关系先拖着，身体下次再检查，先过这一关再说。金刚经里讲，人容易把眼前的感受当成真实，舒服的就以为是对的，不痛的就以为没有问题。可真正的修行不是看你现在舒不舒服，而是看你有没有在替未来的自己埋雷。先买后付，表面上是消费方式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心态。我现在不想面对，我以后再说。你会发现，用得越顺的人往往越不安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些东西并不是白来的，只是还没轮到他付而已。佛法讲贪，不只是贪钱贪物，而是贪那种不用立刻承担的感觉。我想要，但我不想现在负责。可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在于，你逃掉的从来不是代价，你只是把它变得更大。有些人到中年忽然喘不过气，不是因为那一年特别倒霉，而是前10年什么都选择了先享受。你以为你是在用钱，其实你是在用未来的精力、情绪、自由。法句经里说，放纵欲望的人看似轻松，实则被牵着走。他以为自己在选择，其实是被习气推着往前。先买后付，最可怕的不是利息，而是他慢慢教会你一件事：凡事都可以晚一点面对。而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晚一点面对人生，他迟早会在某一天被所有事情一起找上门。这一切不是道德问题，也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一个人如何对待因果的问题。佛法从来不反对使用工具，它提醒的只是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轻，还是越来越重。当你发现自己买的越来越多，却越来越不安，你就该停下来问一句：我到底是在用东西，还是在被东西用？这一段路说穿了，其实是每个人都会走的，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人愿意早一点看懂。真正的觉醒不是等账单爆炸，不是等人生失控，而是在一切还看似正常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选择不逃。为什么这种模式会在这几年特别容易黏住人？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变贪了，而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允许人慢慢来。你会发现，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催你，广告在催，平台在催，算法在催。别人已经有了，你怎么还没有？佛法里有一个词叫攀缘，心一动就跟着外境跑，看见别人过得好，你心里就开始不安。这种不安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很快就被包装成一个解决方案。你不需要真的准备好，你只要先拥有。于是你以为你是在缩短距离，但实际上你只是把差距换成了压力。金刚经里反复提醒，人会把暂时的现象当成永恒，这一刻的满足被当成了安全感。可满足一旦过去，空洞反而更大。先买后付，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你花钱，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没有在花钱。
你点下确认的那一刻，没有疼痛，没有失去感，于是你的心没有刹车。佛法讲，觉察永远发生在当下，而这种模式恰恰把你从当下带走，它让你活在一个虚假的中间状态。你既没有真正拥有，也没有真正付出，你只是被悬在中间。很多人会说，我之后有能力再还就好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理性，但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危险的假设。你假设未来的自己一定比现在更强，更有钱，更稳定，更能承受。可人生最常见的情况恰恰相反，责任会增加，压力会叠加，而精力却是在下降的。无常经里讲，一切法生灭不定，没有哪一个状态是可以被保证的。你把负担推给未来，却忘了未来的你也是一个正在应付生活的人。所以很多人会在某个阶段突然崩溃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，而是因为所有延后的东西同时成熟了。那一刻你才发现，你不是突然走错路，你只是一路都在逃。佛法并不要求你过苦行的生活，它只提醒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在清醒中做选择。当你每一次都选择轻松，你其实是在训练自己逃避重量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你对真实的承受力越来越低，一点点压力都会让你想逃。这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的心已经很久没有站稳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，而是你有没有在用欲望替代安定。有些人买的不是东西，是被肯定的感觉，是暂时不用面对自己的那一刻。佛法说，贪不是罪，无明才是。你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所以你不断往外抓。你以为你是在消费，其实你是在借用未来的自己来安抚现在的不安。这一点如果不看懂，你就会在不同的形式里重复同一条路，先买后付，只是其中一种而已。这种先要结果再谈代价的心态，并不只出现在消费里，它会慢慢渗进感情、工作，甚至你对整个人生的期待。你会发现，很多关系之所以走得这么累，并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因为一开始就用了先享受后承担的方式。一段感情刚开始的时候，人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不是对方合不合适，而是自己有没有准备好。只要当下感觉对，未来的麻烦好像都可以以后再说。可佛法里早就提醒过，缘起的时候锅已经在路上了，只是你不想看见。你以为你是在谈恋爱，其实你是在借一段关系替你挡住孤独。等到责任、磨合、现实慢慢出现，你才发现这些账早就写在你第一次点头的那一刻。工作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，只是那一刻他太需要一个确定感。收入先有，压力以后再说，位置先站住，能力慢慢补。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如果你心里其实很清楚，你只是为了逃离当下的无力感，那这条路迟早会反噬。佛法讲，业力不是惩罚，它只是延续。你今天用什么心态做决定，明天就会用同样的心态去承受。你习惯先松一口气，以后就会习惯不断补救。到某一天，你会发现，你的人生变成了一连串的补救，补关系，补能力，补情绪，补健康，而你自己却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过。金刚经里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很多人只把这句话当成安慰，
可它真正的意思是在提醒你，你现在觉得轻松的，不一定是真的轻，它可能只是还没落地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从来不犯错，而是他越来越少用未来去帮现在兜底。他知道，有些东西如果现在不面对，以后只会更重。修行其实很朴素，不是让你看破红尘，而是让你看清自己。你有没有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对自己诚实？你想要的到底是那个东西，还是那一刻不用面对空虚的感觉？当你慢慢看懂这一点，你对很多诱惑会自然地退一步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清高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那不是免费的。人生里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你能不能先拿，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在当下就承担。佛法说能担是福，因为只有能担，你才不会被拖着走。一个人一旦开始在小事上练习承担，他的人生会慢慢变得简单。不是事情变少了，而是心不再四处借力。你不再需要用拥有来证明自己存在，你开始允许自己慢一点，少一点，真实一点。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安静的变化，你不再那么容易被世界带着跑。你知道哪些是你真的要的，哪些只是用来止痛的。真正走出这种模式，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。佛法从来不是用来翻盘的，它更像是在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停下来。当你开始意识到，很多选择之所以看起来轻松，只是因为代价被藏起来了，你就已经站在转弯处了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变得很克制，也不需要立刻变成一个什么都不买、什么都不敢要的人。修行不是对抗欲望，而是看清欲望。金刚经里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很多人把这句话听得太高，其实放在生活里，它很朴素。你要的不是压住念头，而是在念头出现的时候，不马上跟着走。当你想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可以先问一句：我是真的需要，还是只是现在不想面对什么？这个停顿本身就是修行，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为了把心拉回来。你会慢慢发现，很多冲动在你愿意等一等之后就自己散了，不是因为你忍得住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站不稳。佛法里讲，心不随境转，不是要你脱离现实，而是让你不被牵着走。当你不再急着用未来来换取现在的舒服，你的人生节奏会慢慢回到你自己手里。你开始愿意为当下负责，哪怕不完美，哪怕慢一点。这种负责会带来一种很安静的力量。你不再那么怕失去，因为你没有欠太多。你也不再那么需要证明自己，因为你没有借用太多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你对生活的判断变得清楚了。什么能扛，什么不能扛。你不再用拥有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而是用心的重量。佛法讲，清安是一种境界，那不是你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你没有被拖着。一个人真正开始走稳，往往不是从赚更多钱开始，而是从少欠一点开始。少欠未来，少欠身体，少欠情绪。当你不再把希望压在一个还没到来的自己身上，你会突然发现，现在的你已经够用了。你不用再不断预知，不用再透支信任、健康、耐心。你开始用真实的自己过真实的生活。这条路看起来慢，但它不会塌。
佛法从来不保证你一定会过得很好，它只是保证一件事，你不会被自己拖垮。当你愿意在当下承担，你的人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补救。如果你听懂了，你会知道，先买后付只是一个入口，真正要放下的是那种总觉得以后会更轻松的幻觉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先得到什么，而是你不再把人生拿去预支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